在家中与情人私会的富豪发现件可怕的事，刚刚还语气缠绵的他，此刻却惨死在泳池中。惊恐之余，雷哥连忙将尸体抱上岸，这才发现对方死因是头部受到猛烈砸击。可诡异的是，偷情前他确定家中并没有人，而还没等从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中回过神，更加要命的电话就在此时打了过来。原来正巧今天是雷哥生日，妻子决定提前回家给他庆祝一番。雷哥听后立马慌张起来。How long? 45 minutes, 30 if I can beat traffic. Just let me wrap this up so I can get home. 随即不等他拖延，便匆忙挂断电话。接连的变故让雷哥彻底不知所措，此刻他根本无心思考凶手到底是谁，只能赶紧将尸体先藏到后院的杂物箱里，接着手忙脚乱地清理掉现场痕迹，然后马不停蹄地回屋冲洗身体，终于赶在妻子回家前掩盖好一切。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跟家人专心吃完饭后再处理尸体。可很快安娜便察觉到丈夫有些心不在焉，生气的她连忙表示孩子们已抵达餐厅，让雷哥别再磨蹭，赶紧跟他一起出门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暂时按下心中忐忑，转身离去。但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尖叫，以为有人发现尸体的雷哥立马慌张起来，连忙让妻子站在原地不要动，随即鼓足勇气推开门冲了出去。下一秒突然出现的众人让雷哥瞬间懵批，而安娜则淡定地对亲朋好友的到来表达了感谢。原来她偷偷为喜欢热闹的丈夫在家中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，但此时雷哥收获的却不是惊喜，而是惊吓。可面对妻子期待的目光，他现在只能强颜欢笑。就连小女儿朱莉都看出父亲的状态不对，雷哥连忙解释自己还没从惊喜中回过神，这才有惊无险地将家人应付了过去。可就在他思索该如何处理眼前的局面时，公司合伙人老马就上前打断了他的思绪。老马吹嘘称自己也为这次的派对出了大力，为了布置现场，甚至第一个到达的此处。本敷衍应对的雷哥听后立马惊出一身冷汗，连忙慌张的小声询问对方看到了什么，但此举却让敏感的老马察觉到异样，试探着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感到失言的雷哥这才赶紧谎称没事，可他明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回屋后急忙询问妻子派对要持续多久。 1 hour, 2, maybe all night. 看着对方失望的表情，安娜误以为自己的精心准备喂了狗，直接情绪失控的与对方争吵起来。听到动静的家人也全都走过来查看情况，雷哥只好赶紧离开，强迫着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但就在大儿子阿伟询问他状态时，他却看到朱莉鬼鬼祟祟的朝后院走去。雷哥见状，立马紧张的撇下儿子跟了上去，可刚转过拐角，就发现女儿正跟个小伙在亲热，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误会了对方。但看着二人就坐在装有尸体的杂物箱上，雷哥连忙称自己很开明，不会阻止他俩相处，让二人大大方方的去前面玩耍就好。可朱莉听后却直接准备掀开箱子。父亲的举动让朱莉感到奇怪，他只是想拿条毛巾去泳池那边。雷哥只能谎称箱子里长了霉菌，让其去前面拿条新的用。可下一秒箱子里就传出一阵电话铃声，他猛然想起之前情急下将情人的衣物也随手扔了进去。雷哥连忙称是自己刚才检查时将手机遗落，终于将着急亲热的二人给打发走，然后赶紧掀开盖子拿出背包，找到了那个差点让事情败露的手机。看着那个持续打来的名为凯文的电话，雷哥意识到此人很可能就是情人的丈夫。对方一直称野蛮的凯文时常家暴自己，他都不敢想如果让其知道出轨的事会怎么样。想到这，雷哥吓得赶紧将电话关机，然后再次强迫着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可就在准备出去应付客人时，却看到妻子正和女儿鬼鬼祟祟的在讨论着什么。他连忙紧张的走过去查看情况，但朱莉看到他后却直接转身离去。敏感的雷哥见状，立马大声质问起来，争吵声再次将家人给吸引了过来。可雷哥却认定二人发现了什么，再也不顾这些决意，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在不停逼问下，朱莉只能讲出实情。原来她毕业后不想再上大学，而是想跟海洋环保组织的男友一起去世界各地拯救海洋生物。雷哥听后这才放松下来，他明白自己再次误会了女儿，连忙认同了朱莉的想法。但接连的吵架却让安娜气性大发，在女儿走后直接跟雷哥独自交谈起来。安娜称不管今天她发什么疯，都要假装恩爱的圆满完成派对，将亲友送走。自知理亏的雷哥连忙答应下来。可就在他强装镇定应付着客人的时候，却看到远处一个熊孩子混入派对在偷吃蛋糕。雷哥见状立马脸色大变的走了过去，而熊孩子看到他后也转身撒腿就跑。二人就这么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离开了此处。很快狂奔的雷哥就撵上了对方，熊孩子立马紧张的与其对峙起来。原来他就住在雷哥家隔壁，在放飞无人机时正巧误入院中拍下了他与情人私会的画面。心虚的雷哥立马冲出来将其怒斥了一番，并声称如果再飞过来就将无人机打下来砸碎。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返回家中的他就看到情人惨死在泳池中。直到现在看到熊孩子后，雷哥才意识到对方拍到的画面中很可能有关于凶手的线索。雷哥对熊孩子承诺要花钱买下视频，但遗憾的是里面并未拍到凶手的踪迹。所幸他还是在画面中发现了异常，原来后院的角落里竟摆放着一把染血的棒球棍。雷哥立马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凶器，可就在准备跟尸体伤口进行比对时，却看到岳父正独自坐在杂物箱上吃蛋糕。身患疾病的他被医生告知不能吃甜食，
怕女儿唠叨的他只能躲到此处偷吃，但雷哥却因此心惊胆战起来，害怕被发现异常的他只能也坐下交谈吸引其注意。可就在此时，一群喝醉的下属却找了过来，岳父见状直接离去，给他们留下独处空间。雷哥只能再次焦头烂额的应付起更多的人。下属们称过生日必须得点蜡烛，说着就递给他一根香烟。戒烟许久的雷哥连忙拒绝，可大伙见状却兴奋的疯狂起哄。没一会儿，在不停敲击下就有污血渗了出来。雷哥连忙紧张表示杂物香起了霉菌，并赶紧接过香烟转移大家注意，终于有惊无险的把众人从杂物香处给轰走。可回到前院后，却发现妻子正跟某个男人开心的交谈着。自己出轨的他看到后却感到有些吃醋，立马愤怒地走上前质问起来。感觉气氛微妙的男人赶紧自我介绍，可雷哥听后却直接愣在当场。此人竟正是情人的丈夫凯文。他声称自己一直打不通妻子电话，但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位置就在此处，所以才尝试来派对上寻找一下。可看着二人熟络交谈的模样，雷哥猛然想起刚出事安娜就恰巧打来电话，并且说话时言语有些怪异。难道他早就认识凯文并知晓了偷情之事，所以联手杀人陷害自己？想到这，雷哥连忙找到家人进行确认，得知他们虽然全天都在为生日派对做准备，但安娜的确在中途离开了一会儿。这下雷哥更加确定了心中想法。而就在此时，安娜也走了过来，眼见答应好好举办派对的雷哥再次发疯，他再也忍不住当着孩子面怒斥起来。雷哥见状也不再掩饰，直接摊牌。 You know that guy? What guy? The one you were just all buddy-buddy with a second ago. 可安娜却声称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对方，而电话中含糊其辞是因为自己正在见律师。她早就得知雷哥出轨的信息，所以打算起草离婚协议成全对方。看着众人异样的目光，神经兮兮的雷哥终于逐渐冷静下来，随即连忙跑进厕所整理起混乱的思绪。就在此时，门外却传来一阵敲门声，下一秒老马便鬼鬼祟祟地钻了进来，随即便声称已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。惊恐的雷哥还以为对方知晓了什么，没想到是之前的言论让其以为自己要背着他进行什么大交易。身为合伙人的他称做生意一定要带上自己。雷哥听后这才松了口气，而在接连排除嫌疑后，就只剩那个叫凯文的有作案动机。为防止摊牌后野蛮的对方实施暴力，他直接掏出手枪以备不时之需，随即迅速找到仍在此处徘徊的凯文。雷哥称虽然他的计划时机恰到好处，但现在自己已完全识破了一切。可懵批的凯文却表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雷哥见状也懒得和其演戏，态度强硬的让他跟自己走。没想到情人嘴中暴力的对方，这次却十分听话的直接跟自己离去，而这更让雷哥觉得他心中有鬼。回屋后二话不说直接掏出了枪。凯文见状立马慌张起来。I'm a pacifist, okay? I'm all about non-violent resolution. Yeah, but you're okay hitting your wife, right? What? I never hit anybody. Then why would she say that? I don't know. 但此时雷哥已不想再与其废话，直接将凯文打晕并绑了起来。可还没等他想好该怎么解决此人，这一幕就被听到动静的阿伟撞了个正着。雷哥见状连忙把儿子拉到一旁，让阿伟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回头自己会亲自解释一切。Okay. 得到承诺的雷哥终于放松下来，可下一秒对方的话就让其彻底震惊。 Is that her husband? Whose husband? The woman, Dad. One from the pool. 原来提前回家的阿伟看到了在泳池亲密的二人，他立马反应过来父亲已出轨，并意识到很可能以后家庭也会支离破碎。而正巧此时父亲因驱逐无人机跑了出去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他决定趁机给情人点教训。岂料这一下却直接将对方给打死，害怕的他只能慌张逃离了此处。但阿伟明白很快命案就会被发现，没想到等返回家中时，却看到派对在照常举办，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一般。直到此刻他才明白是父亲掩盖了所有。阿伟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将他也拉下水。雷哥连忙安慰对方自己会处理好一切。可就在二人打算将凯文解决掉时，许久不见家人身影的安娜和朱莉也找了过来。没办法，雷哥只能坦白了所有。家人们听后彻底崩溃，四人望着眼前无法收拾的场面，全都沉默无言。许久后，雷哥提出自己有个好计划，几人瞬间就明白他的计划是什么意思，但为了家人却全都没出言阻止。 What do you need us to do? 雷哥称现在只需他们全都回到外面，等派对结束后这里也会处理完毕。众人只能强颜欢笑的再次应付起宾客。很快解决完的雷哥就镇定的从屋内走了出来，还从容的在派对结束时说了段潸然泪下的致辞。而下一秒警察也随之出现在了现场。原来他并未杀掉凯文，而是选择了报警自首扛下所有。以丈夫的角度来讲，雷哥已然失败，但作为父亲他不想再做个错误的榜样，并且只有这么做才算是真正保护了自己家人。